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啊，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2个主题啊，一个是国安法1年香港10变，第二个是银行收紧房贷，成交量跌2成啊。那么一个讲房地产，一个是讲香港啊。那我们今天又迟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网络有点问题啊，那么就连不上去啊。现在已经 OK 了。我们换了一个直播的场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觉得这个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经常用这个场景来进行直播啊。大家给我意见好吗？好，来我们开始进行这个第一个主题啊。1年前，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啊，授权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实施国安法。那么人大常委会宣布将国安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3，这是基本法的一个后门，让中央政府可以在香港实施全国性的法律啊。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实施国家安全法啊，然后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国安公署啊。那么这1年下来，香港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上面目全非啊。国际特赦组织6月30号发表报告指出，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来打击不同的意见，进行侵犯人权的审查、骚扰、逮捕和起诉啊。那么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域的主任叫施米拉说，1年内香港国安法使香港迅速走上了成为警察国家的道路，香港发生了人权的紧急状况。他说，最终这一全面和压制性的立法有可能使这个城市成为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人权荒地。那国际特赦组织发表的这份报告有47页，他引述了法院的判决分析、法庭的听证会记录和对活动人士的采访，得出一个结论啊，认为国安法导致广泛的侵犯人权行为啊。米斯拉说国安法已经感染了香港每一个角落啊，并煽动一种恐怖的气氛，迫使居民对他们所说的话所发的推特和其他的生活方式三思而后行。国际特赦组织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国和香港的人权状况安排一次紧急辩论。然后德国之声呢就整理了一下就是过去1年香港在10个领域发生的一些事件和一些数据和资料我就拿这个资料来整理成我们今天的主题，所以我这里也特别向大家报告，并且鸣谢德国之声那么第一，这10个变化，10个领域的变化。第一，香港有了政治犯，未审先关成为惯例国安法1年来，因为国安法罪行被捕的人数超过117人，其中64人被检控当中有不少人仅仅是因为一面旗帜、一张贴纸就被逮捕那么比如说有一名15岁的少女，因为挥动这个香港独立的旗帜或者是有一名在自家的窗外的晾衣杆挂上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还有比如说在自己的铁闸，自己门口香港叫铁闸，其实就是铁门贴上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春联或者贴纸都被捕因为什么？邻居在举报。国安法鼓励告密那么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去年的11月5号开设举报热线
截止今年5月10号，共接到了10万则举报信息啊。除了针对一般的市民，这个法律国安法成为打击反对派的政治工具啊。今年2月28号，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尹兆坚、林卓廷、杨岳桥、谭文豪、朱凯迪、毛孟静等，还有区议员赵家贤、陈敖辉、袁家卫、张可森等。比如说还有这个港大法律教授戴耀廷，以及包括已经在监狱里的黄之锋、何桂兰等，还有这个民政召集人陈子杰等人啊。那么国安法也逮捕了很多的新闻工作者，主要是一传媒的高管啊，那么包括他的主笔啊，其中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啊。那么集团创办人黎智英也因为违反国安法被捕啊，到现在这是第一个，香港有了政治犯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警察治港，公务员宣誓效忠啊。6月25号，在香港服务了半世纪的这个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被免职，然后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啊。政务司呢是香港政府的第2把手啊，那么通常呢都是由政务官出身出任啊。这次呢安排这个警察出身的官员担任这个政务司司长，意味着香港正在蜕变成为一个警察城市，因为它的用人标准是以忠诚和纪律作为一个他选择的标准。那么另外爱国者治港的理念也波及了整个的公务员队伍，从去年年底开始，要求公务员以宣誓或者签署声明的方式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政府，并推动什么呢？香港公务员到内地机关去挂职，而且规定要求公务员在3年试用期之内要去内地完成培训课程，才可以获得长期的聘用啊，就是要去洗个脑呗啊。那这些措施引起公务员的反弹。截止4月1号，有129人拒绝效忠，所以呢，特区政府出现了离职潮啊。那么公务员事务局的资料，2020年到2021年度有21人辞职，这其中8人是首长级的政务官。首长级的政务官在香港已经是很高级别的啊。这第二个。第三个，立法会人大化感觉反对派。去年11月11号，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政府褫夺这个杨岳桥、郭荣铿、郭嘉麟和梁继昌4个人的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第二天，民主派15名议员随即集体总辞职，这就标志着香港的立法会已经变成了没有反对声音的橡皮图章。到了今年3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2个月之后，香港立法会3读通过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这是香港第一次在没有进行公众咨询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啊。那么这个改了些什么呢？就基本上就是把香港的立法会变成了人大啊。那么第一个，
提高这个提名和参选的门槛，然后设什么呢？增设这个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是过滤啊。由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协助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而且参选人不得上诉或者是司法复核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把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到90席，那而直接选举的议席从35席降到20席，那么另外30席由功能组别，另外40席新增加的这个选委会界别。所以呢，这样一来呢，人大政协这个同乡社团等等，就获得了大量的席位。所以呢，在立法会已经没有反对派的空间啊，所以香港的民主瞬间倒退几十年啊，这是第三。第四，冲击普通法的原则，外籍的法官离职啊。那么普通法就是国安法第42条规定，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个对方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否则不得准予保释。这个规定出来之后，国安法把人一抓就抓上关起来，就不让保释。不让保释的结果是什么？不让保释的结果就是47名民主派人士难以获得保释啊。那么黎智英也不得保释啊。那么而且国安法还规定特首可以指定法官，这就冲击了这个司法独立，所以外籍法官也成为这个攻击的对象啊。那么在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终审法院有23名法官，其中15名来自海外，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外籍法官。那么过去1年，外籍法官持续的在辞职啊，包括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施觉明，还有就是何西怡女男爵。那么何西怡女男爵呢，是英国最高法院的院长啊，他说对国安法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问，所以他就辞职不干了啊。而且这个掌管全香港检控工作的律政司也爆发了什么呢？律师的离职潮。2019年到2022年有33人离职啊。如果律政司的律师不够，他就没办法去告别人啊。去年8月，在律政司服务了25年的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辞职啊，这就是香港发生的法律界的情况。第五，当局反感的媒体被整肃，其中香港电台、苹果日报首当其冲啊。那么6月23号，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因为特区政府引用国安法冻结他的资金，被迫停办，大批市民排队购买，表达最后的致敬。当年苹果日报出版了创报以来破纪录的100万份。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调查显示，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从2002年的第18位跌到了现在的第80位，从18变成了80啊。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啊，这个苹果日报被捕的有黎智英、张建宏、周达全，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副社长陈佩敏，那这个总监张志伟，还有2名这个社论的主笔。苹果日报倒下之后，立场新闻、852邮报等多家网媒纷纷下架他们自己的内容。网媒叫 Vin and Mac 也宣布撤出香港啊。那么香港电台当然首当其冲，他的原来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被停播啊，然后铿锵集
铿锵集讨论媒体的空间也被停播。铿锵集的编导蔡玉玲因为采访报道7月21号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被警方拘捕，他是香港第一个因为采访查册而被捕的记者。香港的外国记者协会 FCC 表示，他们有很多的外国的驻港记者被拖延签证，涉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还有 CNN 等。这是第五。第六，游行集会不再自由，6、4、7不能上街。那么香港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城市，连续31年每年以10万计的人数举行6、4纪念活动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30年的历史走进了历史。那么2021年6月4号，香港警方连续第2年以防疫为由禁止维园集会，并警告参加活动的可能会被监禁5年，并且引用公安条例封锁维园11个小时，整个维多利亚公园空无一人，这是32年来的首次。那么至于2003年开始，民政开始每年举办1年1度的7一游行，也在国安法之下成为绝响。那么今年就没办法举行这个7一游行，这就意味着什么？香港游行集会的自由再也没有了。第7，国安教育上路，学术自由不在。今年4月15号，香港和内地一样开展了首个国家安全教育日，这是第一次。香港教育局今年2月到5月公布香港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框架和15个科目的国家安全课程框架，迄今有8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课程培训。国安教育将渗入多个学科，例如小学常识科要教学生认识国旗、国徽、国歌，认识大熊猫、长城等代表国家的事物，并认识保护我的人，包括警察，包括解放军，也要知道国安法的四大罪名的名称等等。初中中国历史课要教学生认识秦始皇建立的版图，包括香港。地理课要向学生展示中国领土和领海图，包括南海9段线。生物课要求学生了解中国政府的传染病防控措施等。同一时间，高中的通识课被杀掉。高中的通识课是必修课，强调培养这个批判性的思维，关心时事，但是被北京和港府认为是激发了学生参与学生运动。所以呢就把通识课改头换面，改名为公民和社会发展科，不同的主题加入国家元素，然后就开始阉割它。这就是特区政府干的事情。那么另外，教师除了要教国安教育，在校内的一举一动也饱受政治压力，不少人遭到学生、家长、同事甚至校外人士的匿名举报。被举报的学生、老师往往无法得知实际的内容和字眼，但是要为自己辩护。所以截止今年4月底，教育局收到的投诉达到269宗，取消了3名教师的教师资格，并向151名教师发出谴责信、警告信、劝喻信或者是口头劝喻。教育协会香港教育协会5月发布一项调查，受访的教师和校长有40%人有意离开教育界，有20%人准备辞职或者提早退休。他们说政治压力日增。然后 11.3% 的人表示已经或者将会于本年年期学期结束的时候就离职。
高等教育也不能独善其身。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5月发表的调查发现，60%的人认为国安法对学术自由限制很大，45%的人认为大学管理层并没有努力保障学术自由。那么港大有一名研究生举报了2名教授涉嫌触犯了国安法，然后多名教授在闭门会议上表示失望、恐慌，这就是香港的教育的情况。第8，文化进入禁书禁篇时代。国安法实施之后，不仅有关中国官场的政治禁书绝迹，连香港本土的书籍也开始下架。香港公共图书馆分别在去年的7月和今年的5月对他们的藏书进行大清洗，一些不符合当局标准的书籍被下架，其中包括这些作者包括谁呢？包括黄之锋、陈淑庄、陈云、于杰、廖义武、何俊仁、林匡正这些作者的书都被下架。那么国安法还冲击影视作品。那么首先被刁难是2部关于反送中运动的纪录片，一个叫《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先后被中联办旗下的文汇报批评仇视国家情绪，有违国安法之嫌。电检处将这个片子定为3级，禁止未成年观看。然后今年的6月11号，特区政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检察员指引要求检察员顾及防范和制止危害国家安全和活动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就这些，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到电影检查条例里面去。这就是文化进入了禁书禁篇的时代。第9，5名港人1移民。那么香港人开始用脚投票，远走他乡。香港入境处的数据显示，2020年7月1号国安法生效，到2021年6月27号，香港居民在机场的入境人数是23万，出境人数是33.8万，净出境人数是10.7万。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都有疫情，在这个情况之下，香港人出去旅行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中间有人走，有人回来，那么中间有10万人是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的。这些人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移民。因为要么是公干，会出去有公干旅行，这是有可能，但是出去旅行很少。所以10万人，当然这10万人不可能全部都是移民，但是这10.7万反映了什么？反映了过去1年时间香港移民的数量非常庞大。那么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访问了5700名香港市民，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如果以750万人口计算，也就是说有150万香港人会移民。调查显示，打算移民的人并非只是民主派的支持者，自认非民主派的支持者也有 14% 要移民。值得留意的是，调查中虽然有 69% 的人表示目前没有永久离开香港的计划，但是当中有 42% 的人说，如果情况变差，变得不可接受，那么就会设法离开。无论情况，只有 27% 的人说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离开。那么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么陆陆续续推出了救生艇的计划，其中英国政府今年5月表示，那么
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申请数量达到 3.4 万份，超过了来自欧盟的申请的数量3万4千份啊。那么英国估计，那 符合资格的 BNO 港人是290万，加上这个直系亲属是520万，估计未来5年会有25万到30万香港人移民英国。那么今年美国银行估计，香港人移居英国会带来36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这就是香港人用脚投票。第10，外资撤离，写字楼退租啊。港版国安法的时代，在香港的企业要做政治表态，没有沉默的权利。所以呢，在港版国安法之后，跨国的科技公司率先宣布离开香港。韩国科技巨头 Naver 把储存用户资料的备份服务器从香港迁到新加坡，并且删除了所有在香港的数据。然后字节跳动的 TikTok 宣布停止在香港运营。Google 和 Facebook 相继宣布放弃新建连接香港和美国的海底电缆。然后是外资金融机构啊，全球第2大资产管理公司领航投资啊，去年8月宣布在港交所挂牌6只 ETF 退市，撤出香港的 ETF 业务。驻港15年的美国对冲基金Elliott Management 关闭香港的办事处啊，那么把相关的职能调往伦敦，然后员工迁到东京啊。美国投资咨询公司万里富啊 Metley 富啊，决定关闭香港的分部，把这个资源投放扩展到全球其他的业务啊。索尼把亚洲业务搬到新加坡。然后是这个服装公司微富啊，微富拥有什么呢？ Vans 啊 North Face 啊，它这个微富把他们在香港经营了25年，他们有900个员工，他们的品牌中心迁到供应链迁到新加坡，然后运营中心迁到上海。奢侈品牌 LVMH 宣布把轩尼诗酒业部门的员工从香港调到新加坡。然后外资撤出导致什么呢？导致退租潮，退租的情况很严重。戴德梁行统计2019年起，香港办公室空置率已经创15年的新高退租空间有80%源自跨国公司的撤离。那美国商会今年5月份的调查显示，325家受访企业有 42% 的企业考虑或者计划撤出香港，其中 60% 认为国安法令人不安。然后就是美国商会前主席搬迁公司他这个专门负责搬迁的公司，他们说从2019年以来，跨国企业高管迁入香港的搬家活动锐减一半，撤离香港的搬迁活动增加了 30%， 其中很多是长居香港几十年的外籍人士。有些人本来想等一等再看一看，结果马上就走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是国安法是个恶法，它正在摧残香港，香港正在失去往日的风采。这里面涉及到3件事。第一件事，中国政府对香港痛下杀手，原因何在？原因就是跟习近平有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误判，就是说他们觉得只要搞定华尔街然后只要搞定其他的资本市场，不管中共在香港干什么，香港都不会改变。其实这是个非常错误的。这个全世界什么中心都没有金融中心脆弱，金融中心靠的是什么运行？靠的是信心。如果信心崩溃了，
金融中心也不存在。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共正在挖香港金融中心的墙角，那么对香港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持续的情况将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为什么？这里面涉及到2个流失。第一个流失是什么？第一个流失就是人才。香港成为金融中心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香港有人才。如果香港的专业人士离开的话，金融中心是没有意义的。第二个就是资金，资金外流的情况非常的严重，特别是去年港版国安法，去年到今年整整1年时间，理论上来说应该是1000到1500亿美元离开了香港，这是根据香港的这个存款数据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英国还有西方国家在香港这件事情上没有拿出决心来，所以从去年开始，去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这是香港持续陷入这个不断发生的后果的原因啊。那么我认为，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再不出手的话，那就不用出手了，香港就已经面目全非了。那么接下来的是什么？香港接下来就是雪崩式的坍塌。在对香港来说，最重要的是2个，第一个是房地产，第二个是金融。房地产虽然你没有看到房地产在跌，为什么？中国的钱在往香港跑。那么从去年开始，大量的来自大陆的资金进入香港，顶住了这个市场。但是中国自己的钱也不太多。中国最新公布的外汇储备是32000亿，不是34000亿，但是中国的外债有21000亿，22000亿，刨掉两项一减，中国实际上能挪动的钱，就是你活泛的钱，只有1万亿左右。这1万亿很简单，中国一个月进口1500亿左右，每个国家都要准备3个月的进口额作为外汇储备，不能动。那也就是说，1500亿乘以3，那就是4500亿。也就是说，刨掉这4500亿，人民银行手里可以挪动的外汇储备有多少？5000亿上下，5000亿美金上下。5000亿美金，如果你把2000亿搬到香港去顶，那你剩下3000亿了。那人民币要是被狙击怎么办？所以实际上还有一个，除了外债以外，你还有一个兑付的问题。这些年中国吸收外资大概5000到8000亿美元，5000亿到8000亿美元，你也得留一部分钱，因为这些钱随时可以离开。它是离开是符合外汇管理条例的，所以它要走，人民银行是有兑付责任的。所以5000到8000亿，那你一减，那就是0了。所以实际上，人民银行可以短时间的拿一部分钱到香港，帮香港顶一顶，但是他不可能持续把钱放到这里，因为他自己后院也不平静，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金融，金融这一块是这样，当它一形成这个潮流的时候，150万，你想150万香港人离开，150万香港离开不多吧，1万亿吧，1万亿到15000亿左右吧，因为这些人香港人平均的资产，人均资产是88万港元，那么能够离开的通常是香港的中产，香港的中产大概平均的资产应该超过150万港元。那你想150万港元，如果150万乘以150万，那基本上是2万2千亿港元。如果2万2千亿港元要走的话，特别是那些什么
公积金、强基金提了就走，那对市场冲击是非常大的。所以金融、房地产，那你可以看到，它不会一下子发生，它会慢慢的发生。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我们就没有时间讲房地产了，我们下次再说吧。简单的说2句吧。那么热点城市，南京、郑州、重庆、武汉、杭州、合肥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几个热点城市出现了这个银行贷款收紧的现象。那么部分银行暂停了二手房贷业务甚至有些银行暂停受理新房房贷业务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去年12月1号通过的一个叫什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去年的12月28号公布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管理制度。这个制度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为什么？通常来说呢，6月份银行的信贷是比较紧张，因为半年度它要盘点。那么12月份也会紧张，但是今年的情况有点特别，特别之处在哪里？这个房地产贷款的集中度管理，它一个是管什么呢？管这个开发商，一个是管这个个人住房按揭，这2个比例占这个总贷款额度的比例，它不能超过一个比例，它有一个比例在那里。根据不同的银行的规模有不同的比例，规模越大比例越高，规模越小比例越低。当它有这个比例的限制的时候呢，这些银行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看的那个，因为它基本上大部分你看当时的建行、邮政储蓄银行、招行、兴业银行、浦发行、平安银行多家银行他们都超标根据它的要求按照比例全部都超标。它一超标呢，它就给它时间，你这个它是给你一个超出2个点的，你有2年的时间过渡期，2个点以上的给你4年时间。那这些银行得慢慢调慢慢调。调是什么意思？就减少呗。这样减少的意思就是去年出的这个规定，短时间之内会让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信贷呢收紧，因为银行都开始这个广东话叫睇餸食飯，就是看菜吃饭。看菜吃饭，我一看，我过了2个点，那怎么办？那我有2年时间，我大体上今年要减少多少贷款？那银行都在减少贷款，这减少受到额度的限制。那么二手房，它通常银行是这样，先救新房，然后先停二手房。如果二手房停下来还不够，新房也得局部的停。它现在是情况就大体上都是，现在商业银行都把这个贷款的权利都收上去了，都收到总行去，然后每个月给各地分行这个配指标，那你指标配少了，那你就一下子用完了，你就没得做了。所以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情况的后果是什么？贷款的利率就上升。那么短期来说会什么影响？短期来说的影响就是影响成交。那么原来通常1-2个月放贷就出来了，现在要放到4-5个月甚至半年时间那么你整个交易周期不就拉长了吗？那么这里面有个数字是什么呢？这里面有个数字就是6月份这个二手房成交跌了多少？跌了 20%，50个重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环比下降了 20%， 环比就是6月份比5月份下降了 20%。 原因就是因为贷款下不来就造成这个交易量下降，这是短期影响。长期的影响是什么？长期的影响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实际上人民银行跟银保监会进行这个贷款集中度这个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的这个制度，实际上它就给房地产的贷款加了一个玻璃天花板，就是你就不能超过这个
只能低于这个，你不能够超过限额。那意味着什么？因为从中长期来说，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会越来越少，理解吗？只会少，不会多。我们经常讲房地产的价格是什么？房地产的价格叫水涨船高，就是进入房地产的钱越多，房地产价格就越涨，就水涨船高。但如果你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钱少了呢，那就水落石出，船就下来了。所以房价靠的是什么？房价靠的是钱，用钱堆出来的。那钱少了，房价就得跌。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出台，意味着中长期房价看跌，就这个意思啊，好吧？那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我就不说太那个什么了，因为时间超过时间了，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明谢 Patrick 长，谢谢 Mike 朱，谢谢，唐伟，谢谢东野主任，谢谢啊，大力支持良心媒体人啊，谢谢啊。观点：香港的管控会加速大陆化，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公民是趋于大同、相互信任的，政府的管理成本就会比较低。香港原先是承袭这个做法，但是现在香港政府已经完全背弃了大部分香港人，民怨沸腾，政府要维持管理，维稳安保费用会急剧增加，不久可能地铁安检、满街摄像头、网络监控都会在香港出现，那我不意外。香港出现这些东西，虽然我印象中是去年不到前年，香港政府在某个街上立了个柱子，上面挂了一些摄像头，然后香港人就把它给锯倒了。虽然香港人非常的强悍啊，直接把它锯倒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还会再干这种事情啊。提问：香港法官可能是最后一道防线，请问王先生，针对国安法，尽管老共可以指定法官，但香港法官还有独立性吗？法官也是人啊，那么你想一下，那么多外籍法官在离开，以及他开始指定这些法官，他一指定的法官，那肯定只听他话的法官，所以你看现在法官判的都很严苛，原因就是这些法官是他喜欢的法官，就是这样。所以香港法官有没有独立性？香港的法官原来是有独立性的，但是架不住时间改变了很多事情啊。观点：香港已死，未来可见的只是和北上广深一样的城市之一，很快就是一国一制了。一国一制之后，香港的优势会荡然无存。观点：移民没那么简单，香港找工作普遍工资会比英国高，有积蓄的人会好点，普通人挺不容易的，还有语言的问题，看个人决心吧。这个我不觉得。第一个，香港人的语言问题应该问题不大，香港的英文还不错，就算是普通人的英文都还可以的啊。这是第一个，语言我不觉得香港人有问题。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找工作。香港的工资当然是很高的，其实香港基本上全世界最高工资应该差不多是香港，所以基本上香港人到任何地方都是你的收入会下降，但是你花的也少啊。香港人工资是高啊，但是房价也贵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件事情两面，所以我觉得你对香港不了解，所以移民是没那么简单，但你说的这两件事情都不是香港的问题啊。情绪从五大诉求到奥斯维辛，心情沉郁700天，
白羽肌肉的倒循逆施，狂妄自大已经胜于嬴政、杨广、毛泽东，但嚣张越狂，清单越长。OK， 观点：中共这种官本位的眼光，只要香港治安好了，不乱了，资金就安分的在这里赚钱。他们的眼光是抗议的人整的治安不稳定，这是他们世界观的差异啊。那是啊，治安很好，北京治安很好，对吧？北京真的治安好吗？每个刑事案件你登个报试试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是怎么做到让香港高层配合自己，而香港竟然没有有效的制约？香港警察持续镇压，香港政府对国安法逆来顺受，反抗最后都归于无效，应该绝不是一个国安法通过了，背后有香港政府的接受和执行，以及之前做的铺垫。为什么？很简单，香港回归到现在，那么所有的特首都是中国选择的，然后就是中国选择的特首，那当然特区政府就会配合他，对吧？就是这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香港高层配合，那当然配合，你不配合就把你撤了呀，对吧？请问王老师，中共内外交困，外交孤立无援，在大陆的统治有没有可能走向北朝鲜家族世袭的模式？可能性不大吧。习近平没儿子，那个金日成、金正日都有儿子，习近平没儿子，没儿子家族世袭怎么世袭，对吗？中国毕竟是个父权的国家。情况，昨天的微信朋友圈简直是灾难，全是 bullshit。1个小时前我发了，朋友圈终于清静了，有真的脑残，大部分是口是心非。然后一个高龄单身粉红就回我说，他朋友圈没有一个人是口是心非，有组织要求或者有利益需要而发出来的，一个都没有。说我的想法天生的带有偏见，过于主观了，我根本不想回，直接删除拉黑。 OK， 观点，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央想推房地产税了，不过推之前要先解决2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二是商业银行对房地产业和抵押按揭投入过多。中央想把2个亲儿子先摘出来，结合地方卖地收入归税务局，控制房贷占比，看来中央是为房产税做铺垫。这2个没有因果关系。为什么？你收房产税，房产税跟土地财政是有关系。为什么？土地财政难以维系，但是土地财政难以维系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房地产的存量已经非常的大了。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在中国的很多的城市，房屋供过于求，供过于求的房屋，那你再盖大量房屋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卖地的收入就会减少。那当然北上广深还是供不应求，但供不应求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的这个新建房屋的需求在下降，而且老龄化迅猛，老龄化迅猛也是降低这个房产需求的其中一个方面。那么房产需求下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卖地收入会下降，虽然去年创历史新高，但我估计那就是顶了，然后就估计就得往下走了。那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 40%， 那这是一大块一大坨，地方政府本身财政收入现在就有压力，
因为前2年这个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借了很多钱，铺了很大的摊子，那他怎么办？他未雨绸缪，他还得考虑什么呢？那考虑的唯一的就是房产税。但房产税有一个前提，如果你房地产价格不好的时候，你推房产税是推不动的。你这房地产的价格至少稳定，稳中略升，这种情况最理想。那你现在的情况是，如果银行控制流入房地产的资金的话，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控制房价呗。然后如果控制房价和推出房产税，肯定不是相向的，肯定是对立的。所以你说把这2个摘出来，摘不出来，所以它没有因果关系，没有政策上的逻辑关系。所以你以这个为判断，说上房地产税，我觉得是不对的啊，他们没有因果关系。情况1线城市房价不会下跌，而且会涨，因为1线城市的房源不多，属于卖方市场，二手房主要不是自住准备换房，要不就是只空出一套，基本都会到合适的价格才会卖房。这是房东的观点啊。我们的网友呢，经常是房东的看法呢，和没房子的看法，那基本上是要打架的。1线城市房价会不会跌呢？1线城市有4个城市，北上广深啊。那北上广深不可笼统的一概而论。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上海跟广州又不同，广州跟深圳又不一样，所以4个城市其实是有区别的，所以我就不具体在这里说了啊。但我不会笼统的说1线城市房价不会跌，这是不对的啊。情绪，很多人喜欢摄像头与警察，觉得看见这些就有了安全感。我告诉他们，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最安全，那就是监狱，里面有的是警察和摄像头。这个很有利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政府跟民主国家的政府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干预有什么主要区别？好问题。中国政府我们就比较吧，比较中美吧，中国跟美国之间嘛。我们经常讲的是什么呢？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呢，对美国来说呢，经济政策通常是主要涉及的是3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美联储，第2个部门是财政部，第3个部门是商务部。商务部通常管什么呢？管贸易政策啊，就是市场的贸易政策，就进出口贸易政策啊，或者是产业政策，都是由商务部负责。然后呢，这个美联储管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只有一个数据，只管一件事情，就是利率，就是资金成本，所以它是宏观管理、宏观调控。那么财政部呢，就是什么呢？财政部就很简单，财政部就是赤字管理，就是多少赤字，就是决定了它的财政政策。所以呢，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相对简单。他只是去琢磨市场的状况啊，经济有没有过热，看看啊，这薪资数据出来一看啊，经济有点过热啊，那我就开始调整利率，加 0.25% 啊，加 0.02%， 一看这又下去了，好，就不加了，观察一下。基本上美国的宏观调控是一个这样的，它的经济政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每个政府部门他所负责的领域，他所专业的看法。那当然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在学校里、高校里的经济学家，在这个证券公司里面的一些经济学家、学者、研究机构都会出很多的报告、很多的看法，会提很多的建议，他们会参考啊，就是所以美国的做法就是这样，就是说社会有很多意见。有很多看法，然后他会看资本市场的观点，也会考虑他们自己对经济的看法，也会考虑
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把这些最多的拢到他们自己底下做一个决策，基本上是这样。中国呢，中国基本上是独裁嘛，独裁就是不听别人，自己拍脑袋。而且中国的情况很特别，中国它不仅仅是宏观管理，它还有微观介入。介入到什么地步呢？介入到煤炭的价格是多少，它都要管；电的价格是多少，也要管。它管得非常的细，它基本上插到经济的非常直接的领域去。它不是宏观管理，它是宏观管理也有，加上微观干预，同时两个都发生。美国是没有微观干美国就没有微观干预这件事情，大概就区别最大就是这个。当然中国的那些智库呢都是政府的，政府养着的，所以社科院啊，各个高校啊有经济学家，那经济学家领导不高兴他就不说，好听的那就都负责这个叫预期管理，所以他们不一定说真话，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听到的就不一定是真相，情况就是这样啊。情况7正好也是我离开中国的日子，昨天朋友圈一片红色，就想写点感想，做了个小视频发微博上，5分钟说不符合要求被删了，我觉得很可笑。我是武汉人，可能提到武汉和疫情吧，但奇怪的是文字没删，视频被删，内容几乎一样。还有一次在大街上和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吧擦身而过，也是微博上说了一嘴，也被删了。朋友说可能是提到总理一词，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澳洲的，错杀3000不放走一个。观点：中共决心将香港打造成新加坡式的金融城市，跨国公司在商言商不会放弃香港和中国市场，除非美国和西方政府有更强的决心和行动力，通过政策令跨国公司觉得投资中国市场风险大或者成本高，没有吸引力。但现在没有看到西方政府除了空喊谴责有任何实质的行动。我觉得跨国公司在商言商没错，但是不会放弃香港和中国市场，这个不对。为什么？在商言商就有可能放弃香港和中国市场，为什么？风险成本太高啊，风险成本太高，他就可能放弃啊。情绪朋友圈里有一些之前暨大新闻学院的老师、辅导员，以及来自香港的同学，最近党庆，他们的朋友圈都很红，一些话看起来是内心所想。现在的暨大一定和之前王先生所在的暨大不同吧？你怎么知道他是内心所想？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内心所想，别人心里的事情你怎么知道？所以你这个话里有话啊。观点：矫揉造作，言不由衷，是共产主义国度所有艺术表达的形式。希望网友别太多思考个体的想法，那是他们在集体思维下的产物，所以这些都是宏观的东西。提问：韩国有大量的公共住宅，有政府管理，提供给残疾人、新婚夫妇等，租金很低。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公共住宅，请问毛老师，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否有公共住宅？有啊，公租房也有啊，但是你租不到，为什么？被那些人贪污掉了。什么叫贪污掉了？给关系户了呀。所以当时有这个叫毛宇士提出来说，公租房不要搞成配成套的，最好搞公共厕所，不要把厕所盖在里面。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搞得那么好，搞得差一点，这些有权的人看不上，老百姓穷人才真正用得上。如果你搞得太好的话，老百姓是用不上的，就这意思啊。中国的公共住宅能有10%被那些，就是有10%放出来给需要的老百姓就不错了啊。情况：中文大学李威教授个人简历
自己于去年9月至今3月间，曾经向审计署、税务局、警方国安处、教育局局长以及财政司举报有关怀疑违法事件。OK， 观点：张国焘晚年没那么凄惨，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我已经听到了我还没看到，所以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假，所以我没有更正等我看到再说，好吗？观点：看见毛弟了，很开心，希望以后给毛弟更多的上镜的机会。因为我在这个房间呢，我就没有把它，外面在下雨如果外面没有下雨，我会让它在院子里情况从5大诉求判穆雷70年庆难，70年庆难悼念李博士打国产疫苗至今，在微信圈里已经与7、8个发小、老同学、旧同事相忘于江湖了，连母系的大家族都自行退出。本就各过各的生活，在微信能够相互关注，也更多的是思想的同气，三观不同，现实无交，索性不交了。OK， 好，明谢 Renee Mac， 谢谢 Jack Ha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